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上一支影片，小编我为大家分享了最近马来西亚风风雨雨的政治风云，并且也探讨了这将会对股市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和这一场闹剧将引导出什么新出路和局势。那么今天小编我将会来带大家更新一家之前分享过的科技公司，看看他们最近的庞大企业活动与他们的利好与利空。那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那这一家公司就是之前小编在去年2020年12月27号曾经为大家分享过的 Inari Emertron， 当时的股价只有2令吉63 cent， 但是半年过去，只能感叹士别三热，便已刮目相看。因为如今的股价已经上涨到了3令吉60 cent， 也就是半年上涨了大约 38%。此外，他们也成为了马股内市值最大的科技公司，一共高达 13.2 个 billion 的市值。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一家公司在上市后股价就一路向北呢？我们将在这一支影片里为大家娓娓道来。如果还没详细了解这一家公司的业务的朋友们，小编建议大家回到我们之前的 Inari 影片了解更多哦，那里有非常全面的业务分析和定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但是还是为大家做个简单的讲解。Inari 的业务主要分为半导体组装与测试，也就是 Outsourced Semiconductor Assembly and Test OSAT 和电子制造服务 EMS 行业，而他们的产品当中就包括射频 Radio Frequency、 光纤收发器 Fiber Optic Transceiver、 光学 Optoelectronics、 传感器 Sensor 和定制 IC 等等。而他们的射频 Radio Frequency 也被广泛运用在如今的智能手机、电脑和各式电子产品之中，并且在 5G 和 IoT Internet of Things 的趋势之下，也让这一些电子零件更广泛的被运用。而 Inari 的业务就是负责作为一个电子产品的中游企业，把设计并生产出来的晶圆和电子零件组装起来，并且进行测试。这些小编在之前的影片里也已经做了详细的介绍，这里也不多说了。那么进入他们的最新业绩报告之前，请容许小编我打个小广告。如今政治动荡，疫情肆虐，美国股市泡沫，是否是股灾即将来临的征兆呢？如果股灾真的来临，投资者又该如何部署？这里小编就有一个好消息，扭转乾坤将会在来临的8月14号举办一场10拿9稳马股分享会，主要分析过往股灾的历史和股灾发生的原因，并重点分析10家当股灾来临时需要注意的马股上市公司，价钱只需要148令吉，并可无限重播观看。而且这里小编也有一个福利送给大家，那就是只要加入我们的看透股市交易群，即可免费获得这个10拿9稳马股分享会，保证物超所值。想加入的朋友们，请到 pin comment 的 Telegram link PM 小编报名哦。那么回到正题，我们来看看他们这个季度的亮眼表现。他们在这个季度的收入是达到了 361.3 个 million， 比起上个季度的 342.9 个 million 是上涨了 18.4 个 million， 也就是 5.3%。而盈利则是从上个季度的 81.9 个 million 上涨到了这个季度的 88.4 个 million， 一共上升了 6.5 个 million， 也就是 7.9%。 至于盈利率方面，则是从上个季度的 23.9% 上涨到了这个季度的 24.5%， 可谓是非常亮眼。那么看完了他们这个季度的业绩，我们就来深入解剖他们这个季度的财务报表。首先，相信了解 Inari 的朋友们都知道， Inari 的现金是非常的雄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如今的现金储备是高达 904.8 个 million， 而短期贷款也只有 1.1 个 million， 并且没有长期贷款，这也让他们拥有一个 904.7 个 million 的净现金。简单来说就是稳如泰山。那么如此稳定的公司到底还会不会继续扩张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季度的现金流表中，他们是花费了 97.7 个 million 来做扩张，而且之后我们也会谈到关于他们1个 billion 的 private placement 和他们未来的扩张计划。那么与其他扩张型的科技公司不同的是， Inari 还派发出很高的股息。从他们的现金流表上可以看到，他们一共派发了 217.9 个 million， 而在这个季度中，他们一共赚了大约 330.5 个 million 的盈利，而其中的 217.9 个 million 就用来派发出股息，这也就是相等于大约 65.9% 的股息派发率 Dividend Payout Ratio， 这也就导致了他们受到各大投资机构的喜
喜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持有30万股以上的大户占据了他们股份的大约 96.02%， 其中就包括我们的 EPF 占股 11.8%， 而散户只占有了大约 3.98%，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的股票一票难求的其中一个原因。那么看完了他们的业绩报告，我们就来看看他们最近的扩张进行到了什么进度。首先就是他们新的 P55 工厂，是一家占地5万方尺的5层楼建筑物。如今 Inari 已经准备将这一家工厂进行合格测试，在未来主要将会让这一家工厂为他们一家来自美国的新客户提供汽车电源模块 Automotive Power Module 的组装和测试。他们也预测在未来这将会使 Inari 的收入增长，并提供大约 Inari 未来3年 15% 的收入。之后来到他们最新的1个 billion 私下配售，这一个私下配售的金额可说是非常庞大，并且是一次性配售完 18% 的股份，可以说购买私下配售的投资者都很看好 Inari 的未来前景。那么在这一次的私下配售中，他们一共配售了333个 million 张的股票，而配售的价格是3令吉10仙。那么这一次私下配售所筹集到的1个 billion 资金，他们表示将会主要用来作为 capital expenditure 资本支出、acquisition 收购和 investment 投资，这3项用途就占据了这一次私下配售金额的 98%， 而剩下的资金则将会用来支付私下配售的费用。那么我们先来看 capital expenditure 资本支出的部分。 Inari 表示，这一笔资金将会用于当未来他们为潜在的新客户组装与测试新产品的时候，他们必须要购买新的机械和生产线来满足客户的长期生产需求。而且如果未来他们将要扩张产能的时候，这一笔资金将会用于购买新的工厂设施和机械。因为如今 Inari 在全世界包括马来西亚、菲律宾和中国的工厂已经达到了 78% 的使用率，所以一旦他们拥有了这笔资金在手，他们就可以在必要的时候马上做出扩张。那么之后我们再来看他们 acquisition 收购和 investment 投资的用途。他们表示他们将会运用这一笔资金来加速他们收购其他优质的公司的计划，并且投资在一些 EMS 和 OSAT 领域的优质公司。但是目前他们表示他们还未寻找到任何的优质公司。那么如果这一笔1个 billion 的资金无法在私下配售股上市后的30个月内得到运用，公司将会再向布萨申请再延长12个月。那看完了他们的扩张之后，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到底有哪一些利好和利空。首先最主要的利好因素就是 5G 趋势的崛起，因为如今的 5G 智能手机需要支持更高的射频 radio frequency， 而一架手机的售价中 radio frequency 的零件就占了大约 4%， 而在未来手机只会变得更加先进，需要更多的射频零件，而这也将使 Inari 获利其中。之后我们也看到如今的电子产品销量，尤其是 Inari 的主要客户，也就是 Broadcom 的主要客户，也就是苹果，在2021年第一季度的销量是比2020年第一季度的销量增加了大约 43%。 此外 5G 也将会是苹果在未来主要的增长驱动，所以 Inari 的业务可谓是风口上的风筝。那么说了那么多关于 Inari 的利好，我们也来探讨他们的利空。那就是最主要的利空，相信有看上一支 Inari 影片的朋友们都知道，那就是他们的收入太过于依赖单一客户，而至今还是一样。他们最大的2大客户依旧占据了他们2020年总收入的 90% 以上，而最大的客户甚至占据了年度总收入的70多%，而这也让他们存在很大的依赖性，一旦城门失火便会殃及池鱼。而上一支影片小编我也给出了例子，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回到之前的影片观看哦。那么之后第二点就是如今大家所面对的疫情，就在季报中 Inari 的管理层表示，如今的风险就是疫情再度爆发，而且是更具感染性的变种病毒，因为这将会导致他们的工厂无法达到 100% 的产能，而导致收入降低。那么大家觉得在半年内上涨了 38% 的 Inari Amatron，未来大家还会看好他们吗？如果觉得看好他们未来的扩张将会带来盈利成长的，请在留言区打上1。如果觉得如今科技股的价位已经非常的高了，是时候回调，请打上2，并分享您的高见哦。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